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活了这大半辈子，你有没有过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笑话？你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你掏心掏肺，朋友有难你第一个冲上去，你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连踩死一只蚂蚁都要念句阿弥陀佛。可结果呢，家人嫌你没本事，朋友拿你当冤大头，那些坑你骗你算计你的人一个个活得比你滋润，比你风光。诸位啊，遇到这种事，你心里头一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陌生，对不对？为什么好人就没有好报？是不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公道？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你经历的这一切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你，而是你的灵魂在敲门了。现在很多人烧香拜佛，一开始都是抱着什么心态？受了委屈，生意垮了，被人骗了，就把佛法当成了一个避难所，带着一肚子的苦水，希望从菩萨那里求一张免责声明，希望佛祖能保佑自己下半辈子风平浪静。你要是这么想，那你注定要失望了。我常常讲，修行不是给你那层名为现实的幻象加固，而是要帮你把那层幻象彻底撕开，让你看看里面的真相。你以为你遇到那些骗你伤你的人是偶然吗？是你那天出门没看黄历吗？根本不是。佛法里讲得很透彻，生命中所有的偶然其实都是业力，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精心为你安排好的一场久别重逢。你这辈子会遇到什么人，会经历什么坎，会为了谁流眼泪，其实在你的阿赖耶识，也就是你那个深层的意识仓库里早就写好了剧本。你现在遭遇的痛苦就是剧本翻到了这一页。老天爷安排这些人出场，不是为了把你整死，而是为了把你叫醒。可是要想叫醒自己，咱们总得先看清身边这些人的真面目，对不对？咱们在滚滚红尘里过日子，这世俗的人情世故本身就是一场大修行。俗话说相由心生，一个人如果骨子里坏透了，他的心念歪了，那他身上一定会散发出一种极度难闻的磁场，他的面相，他的眼神，他的声音全都会跟着变。这在咱们因果律里头就叫做因果相。今天我就教大家长出一双智慧的眼睛。咱们先来认清第一种最伤人最损你福报的恶相，我管它叫眼神游移暗藏算计的掠夺相。你们回忆一下，这大半辈子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你跟他坐在一起讲话，他的眼神从来不敢定定地看着你，总是在那里飘忽不定。可是呢，一旦你们聊到了钱财，聊到了利益，聊到了好处，他的眼珠子转得比谁都快，甚至偶尔会闪过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冷光。这就叫贪相，心里头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神气就不安定。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更是心底那把火的苗头。心在那儿算计，眼睛怎么可能老实？我以前遇到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在一个地方社区里，有个十分活跃的中年人，大家都当他是大善人。这人平时穿得极其朴素，手里头永远盘着一串磨得油光发亮的佛珠，见着谁都是笑眯眯的，满嘴的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天天跟社区里的老头老太太讲因果报应，讲得头头是道。很多老人家一听，哎呀，这人有信仰，心肠肯定好，就对他掏心掏肺，甚至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待。可是我就发现这人不对劲，你只要稍微静下心来，盯住他的眼睛看，你就会发现他那双眼睛从来没有真正的停留在一个人的脸上。他在跟你打招呼的时候，
眼光就像是一把扫描尺，上下打量。他在打量什么？打量你的衣着，打量你的家境，甚至在盘算你这个孤寡老头老太太手里头到底捏着多少退休金，你这个人对他有没有利用价值。他看人的眼神就像饿狼在雪地里找猎物一样。后来出事了吧？这个人利用大家对他的信任，在私底下搞了几个什么互助会、养老理财，拍着胸脯说利息多高，当作善事带大家赚钱。结果呢，他把那些孤寡老人家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全部卷走了，拿去填他自己在外面欠下的赌债烂账。等事情爆出来的时候，这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留下好几个老人家躺在病床上哭得撕心裂肺，连买药的钱都没了。诸位啊，你们想想看，惨不惨？你的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如果没有智慧，你的善良就是喂给恶鬼的肉包子。真正的善良和慈悲是什么样的？那是安定柔和的，看人的眼神就像是一潭平静的秋水，能让人心里踏实。而那种被贪字蒙了心的人，不管他外表包装得多么好，嘴里念了多少卷经文，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个掠夺者。咱们遇到这种一谈利益眼睛就冒贼光，平时眼神飘忽不定的人，千万不要被他伪善的表象给迷惑了。你不要去拆穿他，也不要去跟他斗，你斗不过那种不要底线的人。你该怎么做？敬而远之，不把自己的真心和资源交托给这样的人，这就是对你自己福报最大的保护。今天讲的这第一种掠夺相，是教大家在利益面前怎么看清贪婪。但红尘里的恶缘可不止这一种，有些人他不图你的钱，但他见不得你好，他用一张嘴就能把你的风水败光。你们仔细巴拉巴拉身边的亲戚朋友或者街坊四邻，肯定有这种人，平时看着也笑盈盈的，但你盯着他那张脸看，皮笑肉不笑，那笑意啊，从来没到过眼底，让人一看心里头就直发毛。最要命的是那张嘴，一开口声音要么尖酸刻薄，要么就像个破了的铜锣一样刺耳得很，每说一句话都像是在拿针扎人。你想想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你家孙子考上好大学了，高高兴兴发个朋友圈，他看见了，跑过来酸溜溜地说，哎呀，那是你们家有钱，请得起好家教，现在大学生多如牛毛，毕业了还不是给人打工。你家里娶了个新媳妇，一团和气，他偏要在背后嚼舌头，挑拨离间，这新娘子面相看着可不好，以后准败家，你们老两口以后有得受咯。这种人啊，他好像见不得世界上有任何人过得比他幸福，只要别人过得好一点，他心里的那把嫉妒之火就烧得他五脏六腑都疼。这种相，我告诉你们，就是恶口相，根子上是犯了五毒里的嗔字。你们千万别小看这种人，别觉得他就是嘴碎，包容包容就算了。咱们老祖宗讲相由心生，声音也是心念的共振啊。一个人讲话总是带刺，声音刺耳，说明他内心的风水早就已经坏透了，他心里的毒火几十年如一日的灼烧着他，最后会把他的气血、他的福报通通烧得一干二净。你跟他搭腔，你跟他讲道理，甚至你哪怕只是去反驳他几句，你都是在吸入他吐出来的毒气。所以啊，遇到这种人，听我一句劝，千万不要去跟他争辩，更不要试图去开导他。听到那种刺耳的声音，你在心里头默念一句阿弥陀佛，转身走开就对了。
你不接他的茬，他那股子毒气就只能反噬他自己。好，咱们再来说说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可以说是咱们这些心肠软、老实本分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半辈子遇到的最痛的一块伤疤了。哪种人呢？就是那种你掏心掏肺对他好，最后却养不熟的白眼狼。你们扪心自问，大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来最委屈的是什么？是不是往往伤咱们最深的，恰恰是咱们曾经帮过最多、最信任的人？你想想看，当年他落难的时候，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你看着可怜，管他吃，管他住，手把手的教他本事，甚至把自己的资源人脉都分给他。你是真的把他当亲兄弟，当自家人去心疼。可是结果呢？等他羽翼丰满了，翅膀硬了，不仅不记你的恩，只要你有一天帮不动了，或者你稍微有一件事没顺着他的心意，他立刻翻脸无情。他不光把你过去10几年对他的好一笔勾销，他还要反咬你一口，到处造你的谣，往你身上泼脏水，把你往死里踩。遇到这种事，多少人被气得查出大病，多少人在病床上捶胸顿足，哭得像个委屈的孩子，一遍一遍地问，我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能这么对我？诸位啊，如果你们心里也有这种委屈，今天我给你们解开，不是你做错了，你的善良是很纯粹的，是干干净净的，错的是他。在因果律里头，这种人叫什么？叫做不明因果，不知感恩的鱼吃象。你以为人人都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吗？不是的，这种骨子里坏了的人，他压根就没有恩的这个概念。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索取，只有利益的争夺，他就像是一口深不见底的黑井，你投入再多的真心也填不满他的贪婪，他感受不到你给的温暖，他只是贪图你的光芒来照亮他自己的路。遇到了这种反骨无情的人，你千万不要拿别人的业障来惩罚自己的身体。你生气，你郁闷，你睡不着觉，这不刚好着了他的道了吗？你要明白，这世间的因果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他造下这种忘恩负义的恶业，日后自然有他的果报去承受。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智慧之举，就是认清它，然后及时止损，把你自己那颗被伤透的心收回来，把剩下的精力和福报留给真正心疼你、爱你的家人。对于这种人，看透了也就放下了。当时在前世欠了他一笔债，这辈子还清了，两不相欠，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咱们红尘里要立的劫还远远没有完，除了这种忘恩负义的，还有2种隐藏的更深更要命的人，一种能活生生吸干你的阳气，另一种专门挑在你生死攸关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能活生生吸干你阳气的人。在咱们平时的生活里，你肯定遇到过这么一种情况，有的人他也没骂你，也没打你，但你只要一靠近他，跟他坐在一起，或者听他说了半个小时的话，你就会觉得胸口特别闷，肩膀上像压了1000斤重的担子，整个人莫名其妙的觉得特别疲惫，甚至晚上回家还会失眠。你想想看，有没有这种经历？有，对不对？我告诉你，这就叫能量吸血鬼。在咱们老祖宗的因果学问里，这叫被慢和疑这2大毒素控制了的苦命相。这种人啊，就像是一个行走的黑洞，他一天到晚只要一开口，那就是满嘴的抱怨。天气热了他嫌热，
下雨了他嫌烦，看比自己强的人他心里酸得要命，逢迎拍马满脸堆笑，看比自己弱的人他又处处刁难，摆足了架子，他永远在怨天怨地，怨社会不公平，怨儿女不孝顺，连吃口饭都要嫌弃咸了淡了。他自己心里头没有光，没有咱们常说的那个随喜赞叹的心，他到处倒苦水，其实就是在到处排放他内心的阴邪之气。你是个老实人，你心善，你坐在那儿好心的安慰他，听他倒苦水，结果呢，你身上的正能量，你的阳气就被他那个黑洞一口一口的给吸干了。你回到家觉得心烦意乱，无缘无故的对老伴发脾气，对不对？其实那根本不是你的火，那是你把他身上的毒气带回家了。所以遇到这种一开口就抱怨，永远充满怨气的人，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你的阳气和福报是很珍贵的，不能白白让这种人消耗掉。讲完了这第4种，咱们再来讲讲这最让人痛彻心扉也隐藏的最深的第5种人，绝情相。这种人啊，往往不在天边，就在你的眼前，他们平时隐藏的极深，可能就是你逢年过节互相走动称兄道弟的好哥们，可能就是跟你手拉手逛街，好的像一个人一样的老闺蜜，甚至可能是你亲手拉扯大一个锅里吃饭的亲兄弟亲姐妹，平时看着哎呀那真是情深意重，好的不得了。可是你记住，这世上有一把最残忍的照妖镜，叫做核心利益。一旦遇到了要分家产争房产，或者遇到重大的变故，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掏腰包的时候，你再看看他那个伪装的面具瞬间就撕下来了。哪怕你过去对他恩重如山，哪怕你把心都掏给他吃过，为了多拿一点点好处，或者为了推卸一点点责任，他能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冷酷无情地把你推向深渊。遇到这种事，人的精神是会崩溃的，你会整宿睡不着觉，在心里反反复复地问，难道咱们这几十年的情分都是假的吗？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不是人干的事？老朋友们，遇到这种背叛，你的心确实在滴血，但这事儿自古以来就没断过。你们读过历史的都知道，咱们老祖宗那会儿有个极聪明的人叫韩非子。韩非子当年跟李斯，那是同窗共读的师兄弟呀，一起跟着大儒荀子做学问。年轻的时候俩人一起挑灯夜读，那感情多深。可是后来呢，韩非子到了秦国，他那一肚子的经世才华被秦王看中了。这时候他那个好师弟李斯在干嘛？李斯已经在秦国当了大官，他一看自己这个师兄才华远在自己之上，秦王这么赏识他，这以后不是要抢了我的饭碗，挡了我的财路和官路吗？在权力和利益这把照妖镜面前，什么同窗之谊，什么手足之情，全成了狗屁。李斯怎么干的？他在秦王面前挑拨离间，硬生生把韩非子下了大狱。这还不算完，他怕夜长梦多，直接派人把毒药送进了大牢，把自己的亲师兄给毒死了。你想想看，这就是人性里头最凉薄的绝情相。在他们这种人的眼里，什么情分，什么恩义，通通都是计算利益的筹码。只要筹码够了，情分随时可以一笔勾销。所以我常常讲，当你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怀疑自己过去付出的真心。你付出的真心是真的，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你只不过是在一个
极其错误的时间看清了一个人原本的面目而已。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是痛，但也让你彻底死了心，看清了，就是一种解脱，放下了，就是一次重生。你把这些恶人恶相都看明白了，心里头的委屈是不是也就慢慢化开一点了？但这还没完，咱们还得往深里去挖。遇到这些个烂人烂事，为什么有的人被气得一病不起，甚至疯了，而有的人大哭一场之后反而彻底悟了，活得比以前更通透了？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这就得扒开咱们的内心，看看你这辈子到底拿了个什么样的剧本。咱们下边就往你心里面走，你想想看，全天下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你在这个时候碰上了这么个烂人，遭遇了这么一档子烂事？难道真的是老天爷打瞌睡没照应到你？我告诉你，根本不是。咱们前面稍微提了一嘴，今天我给你往深了讲，这世间所有的相遇，不管好的坏的，你这一生会遇到什么人，会经历什么坎，其实在你的阿赖耶识里早就写好了剧本。什么是阿赖耶识？用大白话讲，就是你深层的意识仓库，你这辈子上辈子积累下来的善缘恶缘，都像种子一样存在这个大仓库里，时候一到，条件一具足，也就是遇到那个人那个事儿了，这颗种子它就发芽了。所以你碰上那些反骨无情的白眼狼，碰上那些为了一点钱财就跟你翻脸不认人的绝情鬼，其实都是你的剧本翻到了这一页。可是面对同样的背叛，同样的打击，为什么有的人被气得一病不起，甚至想不开，而有的人大哭一场之后反而像脱胎换骨了一样，活得更明白了？这就取决于你的底色，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根气。当年世尊在菩提树下正道，看着世间万象，他眼中的众生就像是一池莲花，有的还在淤泥深处，有的刚刚露出水面，有的已经盛开在日光下。这说明什么？说明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不一样，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的苦难，都是你那一朵莲花所处的阶段。今天咱们就来对号入座，看看你这辈子到底拿了个什么样的剧本。历史翻遍，真正与佛法结下深缘的人，归根结底不出3种路径。这不是我划定的，这是命运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记。咱们先来讲这第一种人。这第一种人啊，叫人天秤的修持者。不过咱们不拽这些词，我就叫他们顺境里的糊涂虫。你想想看，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人，或者可能就是你自己，大半辈子过得四平八稳，平淡如水，没有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苦难，家里条件不错，年轻的时候有个好工作，老了有退休金，儿女也算听话。这种人平时也行善，逢年过节也去庙里烧烧香，甚至天天在家里念佛。他们觉得生活挺好，也有一种难得的清醒，那就是珍惜。他们把修行当成了一种维护，守着那份平顺，不是贪婪，而是感恩。但其实呢，世间90%的人都是在这种福报的温水中走向了毁灭。为什么这么说？你别觉得我说话难听，因为理所当然这4个字最容易害死人。当一个人顺风顺水惯了，他就会觉得眼前的幸福和平安是理所当然的，就在不知不觉中凿穿了自己的福报。他把修行，把行善当成了一种交保护费一样的东西，觉得我只要每天念几句佛号，做点好事，老天爷就得保佑我一辈子无灾无难。
他不是为了求解脱，他只是为了维护眼前的这点安逸。可是这世间哪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安逸？这种人最容易遇到的困境，就是一旦无常来临，他们会瞬间崩塌。就像咱们前面讲的，突然有一天，他最信任的亲戚把他半辈子的积蓄骗光了，或者他一手提拔的徒弟在背后狠狠捅了他一刀，那个坚不可摧的安稳日子瞬间就没了。这个时候，这第一种人是什么反应？他们会彻底崩溃，他们会在深夜里捶胸顿足，跑到菩萨面前去质问：我这么善良，我明明一直在持戒修善，为什么命运还要这样对我？他们想不通，气不过，最后往往被这股怨气给憋出大病来。你要晓得，你平时以为你在积攒财富，其实你只是在布置一场注定要散场的宴席。宴席散去时，唯有那份清醒的觉知能陪你走进下一层。这世间的一切名利、亲情、财富都是因缘和合，缘分尽了，宴席自然就要散。这第一种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看透这层幻象，他们太贪恋福报，把福报当成了挡箭牌。所以当无常这把大锤砸下来的时候，遭遇了恶人的暗算，他们没有任何抵抗力。那你要问了，既然顺风顺水也有这么大的隐患，那咱们遇到苦难难道反而是件好事吗？遇到那些恶人，咱们该怎么借着他们的手把自己的心给洗干净？别急，接下来咱们就要讲另外两种根器。这两种人，那可是在苦难的泥沼里开出花来的，才是咱们真正要走的破局之路。你们要晓得，老天爷有时候要渡一个人，手段是很残忍的，他不会和风细雨地跟你讲道理，因为你听不进去，他会直接派一个你最信任的人给你背后捅上一刀，他会把你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一把火烧个干净。很多老朋友遇到这种事，第一反应就是哭天抢地，觉得天塌了，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坏，自己怎么这么命苦。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在这场苦难里只看到了别人的坏和自己的苦，那你这个苦就白吃了。苦难本身不是财富，苦难是你最好的老师。这第二种人之所以能走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在经历了失去之后，终于认清了一个真相。什么真相？那就是你这辈子所有让你痛苦的根源，本质上都是你死死执着的对象。你以为那是你的财产，那是你的名声，那是跟你血脉相连的至亲，但其实呢，那只是因缘的聚合。缘分来了，聚在一起，缘分尽了，或者恶缘爆发了，自然就要散。我常常讲烦恼即菩提，咱们说个真事儿，你们就明白了。我认识一个叫建宏的中年人，50多岁了，做了一辈子的传统加工厂，人非常厚道。他当年看着自己亲弟弟在外面混得不像样，心一软，就把弟弟弄到自己厂里管吃管住，还手把手教他跑业务管财务。建宏是真的把这个厂子当成家族的希望，把这个弟弟当成自己身上的一块肉来疼。厂里的核心资源、客户名单，甚至是银行的往来，全交到了弟弟手上。可是后来怎么着？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亲情就是一仗，一捅就破的废纸。就在建宏准备扩大规模，把所有资金都压进去的时候，他这个亲弟弟暗中跟外面的竞争对手勾结，不仅把厂里账上的钱全转移了，还把所有的老客户全给撬走了。等建宏反应过来的时候，
厂子已经成了一个空壳，外面还欠着一屁股的供应商货款，而他那个好弟弟呢，早已经躲得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了，甚至还在外面放风，说建宏自己经营不善，活该破产。诸位啊，50多岁的人啊，大半辈子的心血瞬间清零，还背上了巨债。最关键的是，捅他这一刀的是他最亲的亲弟弟，这种打击换了谁能受得了？建宏当时真是不想活了。大年30的晚上，别人家里都在吃团圆饭，他一个人走到一栋高楼的楼顶上，吹着冷风，看着下面车水马龙。他跟我说，当时他一只脚都已经迈出栏杆了，就在那个节骨眼上，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问自己，我建宏今天站在这里要寻死，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没钱了吗？我年轻的时候不也是个穷光蛋吗？我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我执着于他是我弟弟，他不能这么对我。这个念头，可是如果这本就是我上辈子欠他的一笔烂账呢？老天爷借着他的手把我的钱拿走，把我的厂子拿走，是不是也同时把我这半辈子的劳碌焦虑和对物质的时时执着全都一刀给砍断了？你想想看，人在生死边缘的那一念之间，就是地狱和天堂的区别。建宏那一刻突然就悟了，他把脚收了回来，跌坐在楼顶上放声大哭。他哭的不是自己输给了弟弟，他哭的是自己终于放下了那个执着于名利、执着于感情的小我。从楼上下来之后，建宏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逢人就骂，他弟弟是白眼狼，他坦然地接受了破产，出去给人打工还债。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苦，但他跟我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这么轻松过。诸位老朋友，这就是第二种人的觉醒。老天爷拿一把刀，把你身上的烂肉连着那层虚假的伪装一起割掉，痛不痛？痛彻心扉。但割掉之后，你的灵魂就通透了。你现在抓在手里不肯放的那些烂人烂事，是不是也是你苦难的根源？如果我告诉你，你生命里那个让你反复纠结，让你气得睡不着觉的结，其实就是你这辈子解脱的唯一钥匙。你敢不敢去面对它，放下它？讲完了这第二种，咱们再来讲讲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在咱们的学问里叫做菩萨层的修行者。如果说前面那两种人还是在为了解决自己的痛苦而挣扎，那这第三种人，他们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人往往在骨子里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底色，他们从小就会对这个世界的苦难特别敏感，看到别人受苦，他心里头就难受。他们在这滚滚红尘里修行，不是为了避开自己的苦难，也不是为了求个长命百岁、儿孙满堂，而是因为他们心里头有一种天然的觉醒的责任。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行善，他们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他们看这个世界，就像看着自己手掌上的5根手指头，你这根手指头破了流血，难道其他手指头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吗？大家感受到的是同一个手掌的温度啊。他们看向这个世界，看到的不再是我与你的界限，而是整体因果的流动。别人伤害了他，他不恨，他反而觉得这个人被贪嗔痴慢疑这5毒控制着，造下这么重的恶业，将来要受恶报。这个人真可怜。如果说前两种人是在泥泞中完成自我救赎，那么这菩萨称的人就是在众生中
走向圆满。老朋友们，今天这大半天的话听下来，你仔细回想一下，你过去的人生是那份平顺日子里的感恩支撑着你，还是那份被恶人伤害后的破碎和绝望，逼着你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又或者你的心底一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牵引，让你觉得这世间不该只有尔虞我诈，应该有更慈悲的东西在等着你。这三种剧本，这三种底色没有高下之分，因为每个人打开自己心灵锁链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不论你拿的是哪一种剧本，不论你现在遭遇着什么样的背叛和委屈，你都要明白一件事，你以为你在这个世界里受苦，其实你是借着这些苦难在这个世界中重新洗刷，重新编织你那个蒙了尘的灵魂。你现在的痛是为了把你这块粗糙的石头打磨成一块能承载智慧光芒的璞玉。好了，咱们前面把心里的底子扒明白了，也知道这一切烂人烂事其实都是来磨练咱们这块石头的。但是老朋友们知道归知道，咱们红尘里过日子，遇到恶人恶事，总不能光挨打不还手啊。很多人学佛学偏了，学傻了，他们觉得学佛就是当个软柿子，别人打左脸把右脸也伸过去，不管别人怎么欺负自己都一声不吭，那是愚痴。我告诉你们，佛法教我们要慈悲，但慈悲绝对不等于没有底线的纵容。真正的慈悲是带有金刚怒目的智慧的。你遇到那些骨子里坏透的人，你一味的退让，那不是慈悲，那叫做个任人欺负的烂好人。你越退，他的恶业就越重，你这叫纵容他造恶。今天我就给诸位老朋友教三招，这三招可以说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护身符，是实打实的救命招。你只要把这三个自保的法门用在生活里，我保你晚年不仅能远离恶缘，还能稳稳地守住你自己的福报。这第一招叫做不共振，也就是四个字，不生嗔恨。你想想看，你遇到那种骗了你钱的假善人，或者背后捅你刀子的白眼狼，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气得浑身发抖，血压飙升，恨不得找他去拼命，对不对？但你记住，你只要一动怒，你就上了他的当了。佛法里金刚经告诉我们，无我相无人相，遇到这种烂人，你把他们看作是被业力牵引的苦命人就行了。他们在自己的因果网里挣扎，那是他们的命，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争吵，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更不要因为他们的恶行而在心里生出怨恨。为什么？因为磁场这个东西是会互相纠缠的，你一动气，你在心里头恨他咒骂他，你的磁场马上就跟他那种低级肮脏的磁场搅在一起了。这就好比一条疯狗咬了你一口，你非要趴下去也咬疯狗一口，那你是不是也弄得一嘴的狗毛和泥巴？你生气就等于是在替他们背业障，他们造的恶，凭什么拿你的清净心和身体健康去买单？所以遇到这种烂人，咬碎了牙也得把火气压下去，在心里说一句，你的因果你自己背，我不跟你掺和，这就叫彻底斩断共振。第二招叫做物理与心理的隔离。大白话怎么说？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拉不下这个面子，觉得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戚朋友一场，彻底不走动多难看啊。你要是这么想，那你迟早还得被他们吸干。咱们说个真事儿，我认识一位林师姐，是个非常发心非常善良的老人家，
平时就在社区里做环保志工，本来是个很开朗的人，每天笑呵呵的，结果后来他跟另外一个女志工分到了同一组，那个女志工就是咱们前面讲的那种典型的能量吸血鬼，她干活不行，抱怨第一名，总是抱怨连连，不是嫌天气热，就是嫌别人偷懒，连分发到的点心她都要嫌弃口味不好。林师姐是个老好人，一开始好心好意的安慰她，陪她聊天，结果呢，几个月下来，林师姐发现自己不对劲了，她变得非常容易焦躁，回到家经常无故对老伴发脾气，晚上躺在床上整宿的失眠。这就是因为她身上的阳气和正能量被那个怨妇一口一口地给吸干了。后来她实在受不了，听了我的劝，狠下心找了个借口，跟那个总是抱怨的女志工调了组。你猜怎么着？不到半个月，林师姐的睡眠全好了，笑容也回到了脸上。诸位啊，这在修行上就叫做远避恶缘。你不要觉得躲着人家就是冷漠，不是的，这是在保护你自己的清净心。工作上咱们公事公办，生活上尽量减少交集，不要去听他们的烂事，不要去管他们的闲事。只有你的心清净了，你才能有余力去照顾好你的家庭，去爱那些真正值得你去爱的人。最后这第三招叫做修炼强大的定力。咱们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什么叫正气？正气就是你心底的光明坦荡，你平时行善积德，不说闲话，不占便宜，心里头不藏污纳垢，你的内心就充满了正能量。当你变成一个发光体的时候，那些阴邪的满肚子坏水的负面磁场靠近你就会觉得非常刺眼，非常不舒服。你要知道，光永远是黑暗最害怕的东西，他们那种骨子里坏了的人跟你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只要你定力够，心不乱，这些阴气自然觉得无趣，就会自动远离你。这根本不需要你去跟他们斗，你只需要把你自己的那盏灯点亮。养得足足的老朋友们，这三招护身符：不生嗔恨，远避恶缘，养足正气，你们一定要牢牢地刻在脑子里。咱们这一辈子就像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年轻的时候身上落下的病好治，可是这大半辈子被人伤过骗过，心里面留下的伤最难医。你这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生计，脊梁骨总是挺得直直的，背负了太多的责任与委屈。现在到了晚年了，头发白了，腰也酸了，你还要任由那些烂人烂事来消耗你吗？绝对不行，一定要把身边那个圈子弄得干干净净的，知道了怎么自保。咱们心里的那些憋屈，那些过往的执念，是不是也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清理清理了？现在你们就在家里找个最舒服的姿势坐好，平时带孙子买菜做饭，腰酸背痛的可以找个有靠背的椅子，舒舒服服的靠着，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吐出来。你想想看，你这大半辈子为了老伴，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家，那脊梁骨一直挺得笔直，背了多少还不完的人情债，受了多少说不出的委屈。现在到了晚年，背也驼了，腰也酸了，你还要把那些烂人烂事扛在肩膀上吗？现在把那些担子全卸下来，想象一下，你的后背正靠在一棵几百年的大老树上，这树干又宽阔又温暖，带着一种古老的包容力量，
你把你这100多斤连同心里的那些憋屈、愤怒、不甘心，全都放心地交给这棵树，它稳稳地接住了你。接着再想象你走进了一片清静的竹林，清晨的雾气还没完全散去，空气里透着淡淡的竹叶香和湿润的泥土气息，一阵凉风吹过来，竹叶沙沙作响。这阵风啊，温柔地穿过你的胸膛，带走了那些郁结在心里的憋屈，抚平了你因为担忧和焦虑而产生的翻搅。下了一场雨，雨水顺着翠绿的竹叶哒的一声滴进了泥土里。你想想，那些伤害过你的恶缘，那些损耗你的执念，还有那些你放不下的面子，就跟着这一滴一滴的雨水滑落进泥土里，彻底离你远去了。你的身体变得前所未有的轻盈。你现在心里就跟着我，坚定地默念这句话：我原谅自己的执着，我释放所有消耗我的恶缘，从此以后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咱们各自安好，因果自负。让这句话在你的心里头回荡，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一种斩断业力纠缠的强大力量。你把这句话念在心里，你的心就彻底自由了，你的福报从此刻起，只属于你自己和你爱的人。好了，眼睛慢慢睁开，心里是不是觉得亮堂多了，轻松多了？今天咱们掏心窝子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转身可能就忘了，我像个老保姆一样，再给你们啰嗦最后一遍，你们千万得往心里去，牢牢地记住，以后出门过日子，眼睛放亮一点，遇到那种一谈钱眼珠子就乱转的掠夺相，说话像破锣一样见不得人好的恶口相，你对他掏心掏肺，他却反咬你一口的鱼刺相，一天到晚满身怨气吸你能量的吸血相，以及一遇到核心利益就翻脸不认人的绝情相。遇到这5种人，打死都别去招惹，别拿自己的肉包子去喂恶狗。咱们怎么保命保福报？记住我给的3个护身符。第一，绝不生气，你一生气就跟他缠上了，等于替他背业障。第二，惹不起躲得起，物理和心理上都要隔离，能少来往就绝不见面。第三，养好自己的浩然正气，你心里头光明坦荡，那些阴邪的烂人烂事自然觉得无趣而远离你。你们要晓得，这世上最好的风水从来不是你家祖坟埋在哪，也不是你家大门朝哪开，而是咱们的这颗人心。最大的改命不是去求神拜佛，而是改掉你的念头，改掉你的行为。今天咱们结了这个善缘，我把这看透人心的学问讲给你们听，你们听懂了，少走弯路了，不被小人坑害了，这是你们的福气。但是中华文化自古讲究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想想，你们身边肯定还有很多老姐妹老哥们正在被那些没良心的恶亲戚算计的睡不着觉，正在为那些烂人流眼泪。你把今天讲的这些智慧，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他们看看，你别小看这动动手指头的事，你这一转发可能就解开了一个老人家心里的死结，可能就让他看清了骗子的真面目，保住了他的养老钱。这就叫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帮别人少造一场业，少受一次骗，结下了一段美好的善缘，这就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攒无量的福德。如果你们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番话句句都说到了你心坎里，对你确实有帮助，那就请大家动动手指
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最重要的是，诸位要记住，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你们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念，那个形成的能量场威力大得不可思议。你们现在就在评论区里打上这8个字：恶缘退散，福慧双修。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这股纯净的正能量就会加持你，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保佑你们晚年圈子干净，身心安康，家宅清净。